大家好，我是豆皮哥，欢迎回到豆皮潮流 Real Talk。今天来跟大家开箱的就是2022年 Supreme 开季第一个礼拜就发售的 Box Logo 帽 T。那我们这集会来讨论这一次的 Box Logo 跟之前发售的 Box Logo 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开箱讨论一下。那在开始之前，还没订阅豆皮潮流 Real Talk 的朋友们，先订阅起来并开启小铃铛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开箱吧。我们一起来开箱我们的 Supreme Box Logo， 就是这一件。那我拿到的是 Size Medium， 然后是灰色的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灰色在 Supreme 的帽 T 里面是一个很经典的颜色，但是它的颜色。这个颜色不见得比其他颜色还贵，可是这个颜色我自己是觉得很经典。不管之前出过的一些 Box Logo， 它颜色搭配上，其实我都觉得还不错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次的。其实 Box Logo 基本上都很简单，它的设计就是中间，顾名思义就是中间一个 Box Logo， 那我们简称会叫 BOGO。我不确定台湾常不常这样叫，但是在美国基本大家都是说，哦，这个 style 就是 BOGO， 就是 Box Logo 的简称。那以前我还不确定的时候，我想说大家讲的 BOGO 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后来就知道它其实就是在讲这个 Box Logo 这个 style。那这一次的开季就发了这个 Box Logo， 其实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很不错，因为有时候开季只是开季的包包啊，然后一些Summer Tee 一些 T 恤而已。那这一次他直接发了一个 Box Logo， 但是后来大家仔细看一下，这次的 Box Logo 它只是用 print 的，所以它是印上去的。那跟之前我们大多数的 Box Logo 的帽 T， 主要是帽 T 来说，我这边有一件，这一件是19年的变形虫那一款的 Box Logo， 那基本上这种设计 Box Logo 帽 T 的设计，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刺绣上去的一块，所以一看到这种就觉得它的工比较细，感觉质感就是比较好。那相对的，这一次它就是印上去，虽然它这个 Supreme 是用彩色的，好像有一点设计的感觉。可是它就是用印上去的，跟之前的刺绣比起来，质感就是差了一些。那这一次相对的，它这个设计抢的状况就不会像之前这么夸张。但它还是 Box Logo， 那它的反应就在价钱上面。这一件差不多 Box Logo 只要200多块美金就有了，所以其实跟以前的这种 Box Logo 来比较，在这个最之前，一件 Box Logo 基本款的 Box Logo 可能要1000美金，1000美金大概就是3万台币左右，2万多3万台币左右。那到这一代的时候，后期的 Box Logo 其实不像以前那种天价了，可是也要个500、600甚至700，看尺寸跟颜色的差别。可是500、700跟之前的1000其实已经便宜了，但现在出的这种一件只需要200的，其实大家跟以前比起来啦，价钱差这么多，其实很多人都可以负担得起，不会觉得说靠一件帽 T 要花600、700美金才有一件帽 T。那这一种大家就是买下去心也不会这么痛，也会很愿意去穿它，因为很多人之前的 Box Logo 买这么贵，就会想要好好保养啊，然后不太敢穿出去啊，怕用脏啊什么的。那这一款大家真的喜欢，就直接买起来就穿出去，因为价格没有这么高，心也不会这么痛。那反正衣服嘛，就是要拿来穿。那其实基本这一次的 BOGO 就是这个介绍。那在这个礼拜，上一个礼拜出的 Supreme 出的是跟 Burberry 联名的
一个礼拜，所以这一次跟 Burberry 联名，其实在之前就已经传闻很久，说要有这个联名了。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次的联名，我还没有拿到实体，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有，我看到时候可以再跟大家来开箱。那我主要在这集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，因为它已经发售了。那这一次的 Burberry 联名，其实大家期待已久了。它这个联名其实是还蛮有诚意的，因为之前跟一些很普通的联名啊，大家也不太懂，然后就觉得 Supreme 是不是真的没有人要买了？它的 hype 已经没有这么 hype， 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太普遍了，量也这么多，价钱也不好，也没什么新闻的炒作了。那在这一次的联名跟 Burberry 联名，其实它的炒作算是有起来。而且 Supreme 这一次的机制，店里购买的机制其实还蛮奸诈的，因为在后期上2个 season 的时候，其实在最以前传统的先到先买的这一个机制已经改变了。以前人家周四发售，人家可能礼拜2就已经去那边放椅子、摆板凳啊，然后甚至在那边过夜。反正我自己是没有做过这么夸张，要排1天2天这么夸张的行为。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有，所以其实我还蛮佩服那些人的。在美国早晚天气温差很大，晚上是超冷的，所以你要在那个地方，而且说真的，那个环境其实很不好，基本上那边的黑人、白人很多不管什么种族啦，大家很多在那边基本上都是不是抽烟，但是就是在街上抽大麻。其实因为你去你都闻得到，所以那个环境正常人其实待不下去的。那你一定要是真的很习惯美国的文化啊这些。然后你要够 hustle， 你就是想要买到这个商品，不管是赚钱或自己穿，不管是转卖或自己穿，但你就是要花很多时间跟心力。那它改变了这个机制，在上2季其实它就改了，就是在每个礼拜2，你要在网上，美西时间早上8点的时候，你就是要线上去抢位置，所以你抢到了，你就有机会收到简讯，然后简讯就会问你说 yes 或 no， 你被选上了，你 yes 或 no， 你要不要来？那你通常你要去的你就打一个 yes， 然后隔1天他就会传号码给你，所以这时候你就是等于是 appointment 制的预约制的，他会传给你，你是几号，你几点可以进去。所以通常你就不需要排队了，跟以前机制不一样。但是在这一次 Burberry 联名这一个礼拜，他居然没有做这个机制，他让大家去排队，而且大家就排队在那边。以我知道，他是在前一天，礼拜3，因为他礼拜4发售，礼拜3的时候，大家有人礼拜2就开始排了，因为礼拜2知道说，跟一般机制不一样，大家就去排队。所以有人排到礼拜3，礼拜3的时候，我知道他好像不知道是下午还是什么时候，他就是在那边发给大家，可能是登记，然后给大家号码牌。所以那一天很多人有去排了，拿到号码牌了，就礼拜4就可以去。那一般人就没有机会买到这一次的联名。那这一次联名，其实大家最注重的一样是 Burberry 跟 Supreme 联名的 box logo。不管是 T 恤或者是帽 T， 2个其实还是大家最注重的。可是它其实还是有另外2款联名外套，一款是比较是牛仔，是一款是比较厚的，然后还有裤子，牛仔裤联名的。然后它总共有3个配色，一个是蓝色、浅蓝色，一个是粉色，一个是就是 Burberry 最经典的颜色。那当时我礼拜4网上发售的时候，我就用手机抢到了一件夹克，牛仔夹克，然后是 Burberry 最原始的、最经典的那个配色的。那它的原价是298，我那时候看市场上的价钱差不多是800-900块，所以就觉得哇，这一件其实价值不错。那这一次的联名，它的
retail 就是它的定价其实没有想象中高。以前我以为是，比如说跟 LV 啊那些，它的原价会直接调高。这一次其实它的原价不怎么高，所以很不错，就是说它的上升的空间很高。所以我买到这件夹克，基本上我就觉得，如果你900块能卖出，就是赚600块美金左右，所以我觉得是很不错的。然后结果前2天我去看。现在的价格在1300了，1300真的是又再炒上去。通常 Supreme 不管是 Supreme 或鞋子这种，你当下大家就是疯狂买啊，就是不管多少钱就是一直买的情况下，所以那时候价钱会最高的。隔几天或隔1礼拜后，它的价格其实是往下掉，因为不管是网上的货已经大家拿到开始要抛啊，要抛售，所以价格其实是下来的。但这一款夹克其实已经到1300美金，所以其实非常高。那我原本有一个朋友，他是想要买，我就叫他说，还是放弃吧，因为这个价格已经跟原本想象中的差太多了。那他跟我说，台湾之前有卖家预购是开17000，那他这个是不是根本生不出来？我个人是觉得。它应该是生不出来，因为现在价格真的太高，量可能也没有想象中多。对，所以这一次的 Burberry 联名就是很不错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之后如果拿到实体的时候，再跟大家来分享。以上就是今天对 Box Logo 开箱跟旧款的比较的讨论，还有这一次也有讨论到跟 Burberry 的联名的。那大家觉得对这些 Supreme 你还很喜欢吗？还是你觉得 Supreme 已经很普通了，太普遍，宁愿去买其他牌子？那主要喜欢 Supreme 一定是会喜欢这些 Box Logo， 因为它是最经典的，不管你是收集或自穿，这个就是 Supreme 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之一。对 Box Logo 有什么看法？哪些 Box Logo 跟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件？不管是跟哪个联名啊，还是最基本款的，在以下留言跟我说。那喜欢这部影片的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我是豆皮哥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可以放在驾驶座前面的饰品，可以放手机跟一些其他饰品类，钥匙啊什么都可以放在上面。